那你就说这个三叶草的话，跟某著名品牌的三叶草有什么区别？纽百伦，Baby Boy 是个什么？大家好，我是妮妮，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呢是上九路，然后上下九呢是广州比较有名的一个步行街了。然后据说呢，就说它最近好像是生意不怎么样，很多实体店都关闭了。然后因为它这里还是承载了我蛮多的回忆的，所以我就决定呢从这里带大家去看一看，究竟现在的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对面有一个清平饭店，就是它已经倒闭了好久，但它的一个就牌子还留在那儿。就是广州还是有些很有名的鸡叫做清平鸡，有一些饭店就是说它那个师傅都是从这清平饭店出来的。虽然说上下九它是步行街，其实上九路它不是一条步行街了，但是你也看到其实它车也不多。你看，整条路其实跟步行街也差不多了。这个衣服相当便宜，29块钱就有交易了。就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星期一的一个11点半左右的时间。然后你也看到，其实我一直走很多店铺，它都已经是倒闭了。以前上九路的话，很多都是以卖衣服多吧，就是那些店会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好像都不怎么行，整条路好像现在感觉都很多店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上九路的尽头，然后往那边走的话就是下九路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这边也是，可能是施工，这边也封起来了。你相信光吗？就我们看到有一些品牌的服装店，它还是开着的，但来的人肯定也不一定多啊，尤其今天不是周末。我们往前走就会看到这个东极，这以前很多年轻人来的，这店还是蛮多的。这衣服都很便宜啊，基本上都是2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件了，50块钱2件，有各种各样的款式都可以在这里买得到。有可能是因为这里离时尚行比较近，所以他们的那个进货渠道都是非常方便的。鞋子才买39块钱呢。好，这边就没有了，差不多都是两边的店。哇，这些牛仔裤都是很便宜耶，30块钱。所以哪用去什么品牌店？如果你真的是买衣服的话，来这边性价比绝对的超值。这条就是上下九了啊，上下九步行街欢迎你。这边经常就会播放很多一些宣传片，然后这里往下走一条直路呢，就都是上下九步行街。因为今天不是周末的缘故，所以人确实是很少。屏幕的左手边呢，就正对屏幕的左手边，它是有一条石阶的。它这条石阶的话，也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吃，但怎么讲呢？它这里的话就基本上都很少是广州本土的特色，有各地的特色了。它叫明慧美食街，反而辣的，然后网红的那些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就是都是偏那种网红的小吃比较多一点。这里有位哈，这边有些店铺都已经是关门倒闭了。这家店是已经挂了闭店通知了，然后衣服都是卖到29啊30块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下九路在这边的话，它越来越萧条，其实是跟它那个定位也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一些它的一些这店铺，就说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中低端的，甚至是低端的一些店铺，还有很多一些甚至是山寨的一些店嘛。我们看对面有个三叶草，它真的就是三叶草。那你就说这个三叶草的话，跟某著名品牌的三叶草有什么区别？那肯定是很大区别啊。人家不懂的那些就会啊。而且老实说，他的衣服就完全就是仿成那个样子了，很容易就是让人家上当的。纽百伦，而不是 New Balance 啊，大家都知道他仿的是哪个牌子啊？还买1送1。
好像这些什么香港老爷车集团有限公司就一看就知道是感觉就是这种山寨货比较多。我发现这个很眼熟啊，刚才那个老爷车跟这个也差不多，但它就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感觉就是有点像是装饰名牌的那样子。好了，这里对面就真的是有一家老字号了，叫煌上煌，卖腊肠啊、腊味啊。过来这边广州酒家也在装修，这也是文昌路了。这边继续下去，也还是下九路的范围，应该是到石府路了。然后这条路上面的话，也还是步行街了，就是还是不允许车进去里面的。我们一进这条路，你看，就在路口就有一家 Baby Boy。Baby Boy 是个什么？以前我有听过 Playboy， 就是那个花花公子，但 Baby Boy 就真的好了。走到这边清平路是值得进去逛一下的。那这边很多都是卖那种小动物的，所以一直往前走。各种的粮食，但是猫粮跟狗粮啊，就是散装的，就都很便宜。乌龟也有的卖，小乌龟、大乌龟，各种各样的金鱼就可以在这边找。这种乌龟，带小朋友在这边可能也可以看一整天。还有什么小鸟啊？你看这边有很多这种五颜六色的鹦鹉，好漂亮。这还有小猫，这个猫长得也挺漂亮的哦。它看到我来了，吃东西。就各种各样的猫猫狗狗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其实如果你要带小朋友来清平路的话，你就要小心了，有可能小朋友看到什么猫猫狗狗，他没有抵御力，就是硬要朝你要去买回去，那你真的就是后面你去照顾那些猫猫狗狗的时候就很麻烦，所以还是得要三思。好了，我们继续走回到那个第十府路，我们往上再走一段路去看一看。这历史风貌建筑，那个趣香饼家，那现在都已经是倒闭的状态。以前对面还有一家 Converse 的，这是正品的，但是也倒闭了。那这里是莲香楼，是广州的百年老茶楼，百年饼家。感觉这边的店比起就下九路还更多一点点，但是还是问题，这里也有三叶草啊，这个三叶草。它都是打着买一送一的一个名号的。大家看看对面，陶陶居，很有名的一个茶楼，出品还不错。就周末排队的人很多了。我们过了马路这边，再往前走就是这边现在很有名的永庆坊。对，我们就到永庆坊的一个范围了。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恩宁路，基本上就是到了我们说上下九的，就下九路的已经尽头的那一段了，然后往前走的话就是永庆坊了。就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就还是感觉还是蛮萧条的。其实你可以预见到，就是它周末上下九，它来的人其实也不会太多。比较大型的一些就很多的一些有名的一些连锁店，其实它就卖衣服的，就是只说卖衣服的那连锁店，它都已经就没有了。就是多少我是感觉是有点好像是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感觉，就很多的一些山寨的一些店呢，它打了很便宜的一个价格，那其实也会把这些本来的一些有名的一些店铺去直接把它打死了。但就是说这样的店铺的很多的一些存在呢，它也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一条本来比较有名的一些步行街，它就没有任何的就是特色或者特点。那你步行街主要是吸引游客过来吧，那你又没有做任何特色，你不像永庆坊现在它是做成很多的包括非遗啊各方面的一些特色，那你怎么吸引我过来，对不对？真的就是说可能真的要找准它自己的定位，可能它才能够看一下能不能有往日的辉煌再现。好了，那我们这期碎碎念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我视频，欢迎点赞、关注、转发。